最近湖南卫视一姐李湘突然被全网封杀了。根据最新消息，她的多个社交平台账号突然被标注为禁止关注。这下子网上的舆论就炸开了锅，大家也很好奇李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快，网络上传了多种说法，有人说她是炫富炫过头了，毕竟她动不动就是戴几百万的表，女儿10几岁就给配了劳斯莱斯。也有明显简单的人认为她的封杀并不存在，有人怀疑她带货直播收入巨大，可能涉及税务问题，也有人怀疑她触碰了资本红线，甚至扮演过白手套，而前夫被刑拘的传闻更中了这种猜测。还有人透露了她的家庭背景，怀疑她被卷进了更大的案件里。那今天我们就从李湘的出生和钱的来源说起，看看他这次被全网封杀，到底是因为炫富翻车了，还是隐藏着的原因呢？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个常见的说法：李湘是不是因为炫富过头才被封杀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李湘平时都是怎么炫富的。到老的时候，绝对不能少一样的东西，你知道什么吗？是什么钱？一定要自己有钱。根据以往的报道，可以说李湘的财富一直都在一定水平的存在。李湘曾经公开说过，她每个月光吃花65万人民币，冰箱里塞满的不是家常菜，而是爆餐解肚吃山珍。女儿的早餐费据说要7万。一家3口的日常衣食费用，一个月支出则为65，我们按此来推算万，一年接近是800万人民币。仅生活费用就已经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水平了。在综艺节目里，他也毫不避讳地展示过自己家里的衣帽间、酒窖、整面墙的名牌包、成排收藏的秘籍。女儿王诗龄自己就是奢侈品牌上身，书包动不了几万块，一块手表的价格就顶得上一线白领1年的工资。他还不清楚啊，在英国的豪宅里专门腾出了一个房间来存放上百瓶红酒，日常接送孩子用的是劳斯莱斯。这些丰富炫耀的场景确实让众人目瞪口呆，也多次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李湘夸张的这么炫富，那她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一切都要从湖南卫视的辉煌时期说起。上世纪90年代末，李湘凭借《快乐大本营》一炮而红，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综艺一姐。当时年仅23岁的她，年薪就已经突破100万元，在国家主持人中遥遥领先。据媒体统计，她在湖南卫视的年薪已高达900万元，商业代言收入超过3000万，年总收入接近4000万，稳台座内一姐位置。同时，李湘凭借超高人气，成为争抢的代言对象。2000年前后，她的单次代言费用就已达到200万，每年只需主持和代言就能进账上千万。2007年，她以900万年薪加3000多万的商业收入，位列主持人收入榜第2。可以说，李湘的第一桶金主要是来自电视台的高薪品牌和商业代言。除了舞台上的风光，李湘很早就准备了惊人的商业敏锐度，很愿意。她喜欢把赚来的钱投入到投资和商业中，其中房地产就是她财富版图的核心一环。早在90年代末，她就用积蓄在北京购买制房产。传闻鼎盛时期，他名下曾拥有多达70余套房产，甚至带动好友何炅等人一起来投资。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他逆势出手，低价买入北京王府井的商业物业，并转手增加数倍，被称为房产女王。除了房产，他还跨界影视投资。2004年，他从湖南卫视尖端期激流勇退，开始开公司投资电视剧和电影。比如他的电影《十全九美》，虽然拥有一般，但凭借电视剧版权销售和广告休闲，还是大赚了一把。李湘更大的财富飞跃，主要与互联网的浪潮。2016年，他加盟互联网分部奇虎360，出任副总裁和首席内容官，后来更被规划为360娱乐总裁。2019年，他又顺势开始带货直播，成为首批下海主播的明星之一。据传，李湘单场的直播交易额最高时可突破10亿元，总佣金上亿元。即使达到上限，他在时代直播的吸金速度也非常惊人。有第三方数据统计，他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一条1分钟广告的报价高达30万元。由此可见，李湘1分钟的收入相当于普通人几年的工资，这种吸金能力可以说是非常夸张的了。从电视赞助到投资房产，再到电商直播，李湘踩中了过去20年的几乎每个财富风口。但最后的问题是，他真的只是因为炫富才被全网封杀的吗？我觉得真的不至于。
因为李湘的炫富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持续多年的常态。如果真的要封杀，早就应该动手了。第二，他炫耀的是真金白银的财富，而不是像郭美美那样靠造身份、假踩社会神经线来博眼球。所以，如果只是因为炫富就动用全网封杀这种级别的处理方式，逻辑可能有点牵强。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担心有歧视。如果只从个人奋斗来解释，李湘的财富统计表其实并不完整。一个常被忽视却又绕不开的因素就是他的家庭出身。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李湘出生于长沙一个条件优渥的家庭，他曾担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市长，母亲则担任地方汽贸集团的董事长。由此可见，李湘本身就站在一个体制、权力和商业资本交汇的位置。一方面是司法系统的人脉资源，一方面是经商环境的耳濡目染。李湘自己也曾在上述的项目中成长于部队大院，父母都是单位干部。这样的出身意味着他接触到的不是普通人的社会结构，而是一个熟悉的规则，共通的知道边界在哪里的世界。这并不让他在线上跑起来就拥有了资源与眼界的优势。接下来我们就说他的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指向的是珠宝资本圈层。2004年，李湘与钻石大亨李厚霖闪电结婚，疑似维持2年的婚姻，在当年被称为世纪联姻。李厚霖当时身价达到亿，在黄金珠宝领域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广泛的人脉。婚后，李湘频繁佩戴其珠宝首饰活动，既明星是光环的加持，也是被商业输的一部分。从结构上来看，这资本是一个名气与的对接。李湘负责提供影响力，李厚霖提供资源和圈层入口，相当成立的共同公司，在珠宝和娱乐之间搭桥。这种模式本身就具备内在的雏形。李厚霖后来因为资金链问题逐渐淡出公众视野，近年更因为涉嫌刑事案件被调查。虽然两人隐隐离婚，但婚姻可能是否留下了性的经济联系，从得知确实，但很可能是造成李湘被封杀的原因。第二段婚姻则亚伯拉罕带进了文化和金圈系统。2009年，李湘嫁给了导演王岳伦。王岳伦本人商业成就有限，但王岳伦父王辉是著名画家吴冠中弟子，在艺术界地位颇高。婚姻让李湘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圈层转换，从纯商业富豪圈转向文化名流和影视资本。更关键的是，李湘并非单纯的嫁人，而是以投资人身份深度介入。她控股影视公司，为王岳伦拍片斗地挽回，夫妻关系和商业关系高度绑定。即使离婚后，彼此仍共同投资成立新公司，在这娱乐圈并不多见。这意味着他和这些圈层的联系结束，并没有婚姻而切断。所以当我们把这些线索放在一起时，会发现一个值得讨论的结构。他拥有体制家庭的背景，进入珠宝资本圈，又深度绑定文化影视圈，同时长期游走于娱乐圈和商业之间，名下公司主体，资金流复杂，对外形象光鲜。这就是白色手套通常具备的外部在条件：站立台前，合法经营，身份合法，却能承接与不同圈层之间的资金和资源流动。当然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并没有公开的证据表明李湘参加权钱交易或非法资本的运作，但问题在于李湘的结构确实具备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认为，李湘真正引发风险的不是他炫耀了多少财富，而是他在资本和权力网络中的地位，这很可能是他遭遇封杀的真正原因。最后我们再来分析一种更现实也更危险的可能性：李湘的遭遇会不会和税务问题有关？当李湘的社交账号突然被强烈禁止关注展示，并在多个平台同步限流时进行限制，很多人意识到这恐怕已经不是普通的舆情事件，而是踩到了监管红线。那我们把视线从舆论拉回商业层面，一些异常层面已经开始浮现。根据公开的工商信息，李湘名下及关联企业多达20家，但其中14家已经注销，真正存在存续状态的尾数6家。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注销的公司大多存续时间极短，有的成立后几年内迅速关停，几乎是没有明显业务的报表。其中包括他全资控股的影视公司、个人工作室，以及早年创立曾被视为核心平台的文化传媒公司。全部公司在工商记录中查不到员工社保信息，呈现出典型的轻资产。
人员少、资金流强等特征。大量公司被建设，但又在短时间内被集中注销。这种操作节奏很难用实际经营调整来解释，在娱乐圈，这种结构并不陌生。通过工作室或空壳公司来承接、增加利润、降低税负，已是公开的行业秘密。2018年，范冰冰因阴阳合同事件被追缴并处罚近9亿元，一举揭开了避税模式的冰山一角。同时，监管部门和影视行业以及网络主播的税务问题持续处于收紧中。李湘并非局外人。公开资料显示，他曾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设立了影视公司及其霍尔果斯附属机构。霍尔果斯因税收集中地被称为明星避税集中地，一条街聚集了大批名人工作室。后来政策转向霍尔果斯空壳公司被集中清理，众多明星选择迅速注销公司止损。而现在李湘名下再次出现大规模注销公司的情况，时间点又恰好又是一次监管进一步收紧，这很难不让人想起之前更关键的是政策环境。从2026年开始，针对网络主播和高收入网红的税务新规即将实施，对收入申报、关联公司、个人工作室的监管将更加严格。李湘作为头部主播和高收入的公众人物，在新规落地前瘦身，商业版图和主体数量很容易被解读为提前规避风险的一些操作。同时，坊间也传出举报其直播收入要求征税的信息。虽然目前没有任何官方通报证明他存在偷漏税行为，但在监管体系中，一旦被进入视野，往往意味着至少存在需要的问题。税务之外，还有更高一层的风险。李湘的纬度不免让人联想到赵薇的经历。赵薇并非因逃税集中出事，而是因资本运作空壳收购、代持结构触碰红线，最终被全面封杀。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公司结构复杂、资金路径不透明、跨层资源高度。如果说范冰冰的问题是个人贪利，赵薇的问题是代人运作资本，那么李湘真正的风险可能正在于，他很可能在之前的一些商业行为中接受了某种资本的介入，或者是资金通道的角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对他的位置呈现出明显的跨平台同步特征。这种级别的动作往往不是因为平台的自主判断，而是一种紧张的封杀。最后也来简单总结一下，我觉得李湘被封杀不太可能是因为炫富而导致的。毕竟炫富他已经炫了10几年了，比他高调尺更大的明星也不在少数。如果只是价值观问题，顶多是社论批评，或者是期限短流，不会出现这种跨平台的全网封杀。最现实也最可能的原因有2个：第一，已经涉及或正在被占用的税务问题，包括高收入直播、带货工作室和空壳公司的结构、资金路径不清晰等。第二，更严重的情况是触响了不合规的资本运作，甚至扮演了某种红色资本的手套白角色，在风向变化时被优先切割。当然，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目前仍没有任何公开证据证明李湘存在违法行为。但从商业结构、时间节点和监管趋势来看，我认为他确实站在了一个极其敏感的位置上。这种级别的动作背后一定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此处开始是另一段更深入的分析风格。著名的前主持人李湘，他的自媒体账号呢，突然在全网被禁止关注了。我们都知道啊，这通常都是全网封禁的第一步，而且呢是在任何征兆下、没有任何官方通报的情况下，突然一下全网封禁了。那基本上就是上面的了。李湘这次估计是要摊上大事儿了。于是很多网友就开始纷纷猜测啊，这个概率很大呢，可能应该是和李湘一直以来他的高调炫富有关。那李湘的炫富呢，也确实是非常的夸张。也就是说呀，他说自己一顿早餐就要吃掉4000元人民币啊，要吃顶级的和牛肉，而且还被拍到呢，他的手表都值七七八八的啊，像什么梵克雅宝啊、理查德米勒，王诗龄16岁呢就高调的给置办了一座劳斯莱斯。现在李湘搬到了英国以后呢，那都炫耀的不止富了。人家开始炫格调啊，炫圈层炫耀了，住这种深宅大院的英伦庄园，而且呢，给王诗龄上的都是这个布奈顿女校啊，那是英国安妮公主的母校。那样的地方，光有钱你是进不去的，你还得有正规的推荐信啊，得有通天的人脉给你铺路，才有可能进得去。不过啊，如果说李湘这次被封杀了，因为她爱显摆、爱炫富，
那恐怕这个想法就有点太简单了。在互联网上炫富的人还少吗？娱乐圈里面像什么像泰陈岚呢黄医生、杨紫他们这些人都不比李湘低调多少啊！而且李湘炫富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从2014年《爸爸去哪儿》第1季开始，李湘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他们家就一直以来不见消停过啊，已经宣传了10几年了。那要封杀，早在之前就应该被封杀了。尤其是2024年，全网还特别整治过一次这个宣传复议和网红展开过一次针对性行动。那要封杀，早在这之前，李湘就应该封杀了。那不会像范冰冰那样是因为偷税漏税呢？我想如果针对财务的问题针对钱的事，按照官方以往的惯例呢，流程通常是这样的首先是约谈，然后再通报，最后给你出具一个超级处罚的数字，让你在规定的期限内补缴。那之前范冰冰邓伦郑都大概就是这么爽个流程。而且呢，查税查账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按照惯例的流程来说，税务机关首先得立案，然后呢把你这个人控制住，配合调查，再补缴的查流水。只有等到证据链彻底闭环了，然后才发通报，这个时候才进行全网的封杀，甚至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不会交了钱，有可能都封了钱杀。你看，就连范冰冰账号抖还是没有被封嘛，人家佳音音每天照样发嘛。我们再看李湘呢，就在封号的前2天1月14日，李湘高调地出席了中巴外交交流会。各位，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商业洽谈这是官方的外交活动。如果李湘当时已经被立案调查了或者说他已经被税务部门盯上了，那官方是绝对不可能的派出一个犯罪嫌疑人出现在这种严肃的外交场合，那这在政治上是绝对的外交。所以呢，李湘突然被封了，我们看到的是没有警告，没有缓冲，然后全网同一时间同步，这是非常反常的。我们再做一个极端案例的对比我们就拿护城河来对比，就连护城河被封杀的时候，都是全网各个平台依次封禁从 B 站到抖音再到微博是有一个过程。而李湘呢，他这次是全平台无死角，同样时间很快的熔断了。我们根据以往的案例进行逻辑推断。那我严谨一点的说，这不是因为炫富或者是偷税漏税很不是。那当然了，官方可能最后公布的李湘的罪名很大概率是偷税漏税炫富之一不然这或者是罪名。那把这件双层帽子扣在李湘头上，那这样的官宣我们也都看惯了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这个时候敏感一点的朋友可能就会意识到李湘真正的问题可能压根儿就不是他是怎么花钱的，而是他的钱是怎么来的。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关键词不由得就产生联想了，那就是洗钱。李湘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白手套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这种可能性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一个分析。那首先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呢，我下面的分析是根据我现在能够查询到的信息以及经济学知识进行的逻辑推演我分析的是李湘不像洗钱的白手套，而不是给他做最终的结论。那好，那我们要分析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首先要解决3个最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呢，我们要查账，李湘到底有多少钱，以及他理论上应该有多少钱，他的合理收入是否能够和他的这个资产对得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拆解一下这一套路这个娱乐圈它到底是怎么洗钱的。还有第3点，我们要进行一个行为对比，就是李湘的钱和他的商业操作，他的行为符合这些洗钱的特征。1. 算账，李湘到底有多少钱？网上有一种说法呢，说李湘的资产超过5000亿这种说法明显是对钱没什么概念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李湘在北京有70套房产，这种说法呢，我也没有看到确实凿凿的证据我们都认为采信，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线索的。这个李湘他平时不爱炫富嘛，我们可以大概计算出他每天的开销有多大，因此呢，根据经济学的模型反推来他大概有多少资产概述。李湘曾经在节目中亲口的爆料过，说他们家的生活基本开支每个月就是65万人民币那大概每年就是780万人民币，这其中单单吃的食品上的开支就达到每个月7万人民币，差不多每年84万。这相当于硬性的生活开支相当于什么水电煤气吃喝拉撒，这还不算王诗龄在教育方面的硬性开支。
王诗龄小学的时候，在北京的德威英国国际学校，每年的学费呢是30万。但是我们都知道啊，上国际学校的真实费用学费呢，只是一部分啊，大概占到1/4或者1/5。那更大的金额呢，是学校组织的一些游学活动啊，还有需要长时间保持的课余爱好呀，比如像什么马术啊、棒球啊、高尔夫这些贵族运动，还有呢定期组织的学校的交易活动等等。那到王诗龄到了中学阶段呢，就到了英国的伯奈顿女校，那这个成本就更高啊，单是学费呢每年就差不多50万人民币啊，加上上课余的爱好啊、学校表现呢，然后这个家教补课这些开支呢，又要翻上4、5倍。他们住的又是英国的财产啊，我们就相当于他这个庄园子是租来的啊，我们就按照最保守的租金计算，他这种庄园每个月至少要租金在3万英镑以上啊，这还不算给王诗龄在英国配备的什么保姆啊、保镖啊、司机啊这些费用。我们再把这些英国的人工成本算一下，节约估计每年至少要200万人民币。现在李湘每年花在吃喝拉撒和教育方面的硬性饥饿，加上778算下来，在不考虑肥胖的情况下，保存估计，李湘每年1500万的硬性饥饿是跑不掉的。可是我们都知道这只是生活和教育方面的硬性消费。我们还没有计算它的奢侈品消费这些高端消费的这部分消费。那在大多数经济学上呢，有一个理论叫非偏好理论。这个理论用大白话就是说人越有钱，在奢侈品消费上的欲望和关注系数，那硬性消费的关注就会越少。我们参考2023年胡润财富报告以及私人的银行对高净值人群的消费画像，对于资产在10亿级别的富豪来说，硬性消费通常只能占到年度总消费的15%到25%，那剩余的75%到85%呢，全部流向了像什么珠宝手表收藏奢侈品娱乐等等俱乐部这方面。那我们就在不考虑李湘这种张扬的性格的情况下我们庆祝一点，取一个中间值，就按20%来计算。这样算下来，1500万除以20%，李湘家整体的开支每年大概在7500万人民币左右。这样是不是有点吓人了别忘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推演过程都是偏手的。那好，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点，李湘家每年的消费支出大约就是7005万人民币。那我们就通过这个数字来反推李家的总资产，那这也难。我们都知道李湘他在2023年就官宣退休了。那之后的3年呢，偶尔参加一些综艺露个脸也基本上不直播带货了。那么他能够维持这笔最少的流动性资金，就靠投资的其余收入，只能靠他总不能不间断的划老本坐吃山空吧。那我们就保留一点，按照每年净利率4%的回报率来计算那要知道在当前的中国经济环境下银行3年存款利率已经降到1%点多的情况下，这样的净投资回报率已经是高的吓人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算按照4%一算，李湘的资产应该至少在18.75亿以上，它才能够维持这样的消费水平。那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如果真假设这里面的水分挤干这个区间呢，可能要在20亿到100亿之间，这是李湘家总资产的规模。那我们再做一个交叉验证经济学上还有一个经典的模型叫恩格尔校正。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家庭的资产越多用于购买食物的消费支出就会越低。对于富豪阶层呢，这个比例大概在2%到5%。那我们还是以最保守的5%来计算，李湘每个月的消费是7万元，每年的硬性消费大概就是在1600万。这和我们刚才计算的1500万惊人的一致。用这个数字再反推一下，李湘家的资产大约在20亿左右。二查收入，他的钱够20亿吗？那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看看我们能看到李湘的合理收入，它的上限不可能达到20亿这个数字。那我们都知道李湘的主要收入拆分了3大块。第一呢，就是早期的演艺收入，包括这个赞助商演代言影视剧等等。第二部分呢，就是投资收入，他的公司主要是投资一些这个影视娱乐产业。那第三部分呢，就是升级的直播带货收入。那早期的收入，演艺收入这部分很好算在2007年的时候呢，有一个锚点，
李湘的全年收入是3080万，这一年呢，李湘上了这个福布斯的名人排行榜，这是李湘的演艺收入的巅峰。在这时候呢，全国的演员界排名全国第2。不过要注意的是，这是李湘演艺事业的最巅峰，而且呢还是政府抽钱和税前的收入。等到了2008年，李湘的年收入就降到了1080万啊。到了2009年呢，李湘就干脆退出湖南卫视，转为幕后了。而在更早的一点，1997年，李湘刚刚加入湖南卫视，加入《快乐大本营》的那几年呢，当时普通工人的收入只有几十块、几十年啊。李湘作为一个行业新人，他的收入也高不到哪儿去啊，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就从1999年到2009年啊，李湘退出《快乐大营本》，作为李湘的这个演艺黄金10年，按照每年1800万的这个中天来计算啊，10年下来就是1.8个亿，这个数字肯定多不会少啊，因为它的尖端期那么几年，大部分呢都是拿这个都不够中的啊，这里面涉及公司还要抽成15%到20%，绝对少一点不了的。大家就大方啊，按照15%来算，给李湘留85%，还要加上个上45%的最高边际税。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1.8亿个到李湘手中的呢，也就只有7000多万，这是给李湘顶到这儿最多算的。那还是说了，李湘还有第2部分收入啊，这部分可是大头啊。那我们就看一下李湘名下的公司啊。我们都知道，他投资过最赚钱的一个项目呢，就是当年王岳伦拍的一个烂片啊，叫《十全九美》，用了几百万的成本，最后收入呢是5000。不过啊，这5000的收入还要扣掉一半的院线，然后再扣掉宣发成本、制作成本，剩下回到片方的也大约30%减40%啊，大约1500万左右。那这1500万还不是李湘一个人的，而是几家投资方分账的。而且呢，当年李湘的公司还因为这个分账不均呢，还被联合出品方这个巨星文化给告了。接下来最后能到李湘的钱呢，误几百万的这个量级啊，这还是税前的。那李湘还投资过一部电视剧，还比较火啊，叫《一不小心爱上你》，当年呢收视率也不错。不过啊，这是一部电视剧，电视剧它是卖版权的，而且当年是湖南卫视独播，这个收视率高，它并不代表收入高。我们就按照最顶天的价格来算啊，每集100万啊，这部电视剧30集就是3000万。那分到李湘手里的钱呢，到最后大约个100万量级。那后面呢，李湘又投了几个电影啊、综艺啊，像什么熊猫大侠呀、李湘新运动啊，那都是赔了个底调啊。再加上疫情期间呢，他投资的院线的亏损，那他投资的那个长沙博纳国际影城，2023年不就倒闭了吗？所以整体算下来啊，李湘投资的这部分钱呢，他不赔不错了。那我们像李湘的直播带货啊，非常著名的一件事儿，李湘的坑位费5分钟80万，结果呢，全场卖掉了部分商品，当时是刁，把商家都给赔哭了。那我们都知道，直播带货这里面的水很大啊，这里面又是假成交啊，又是退货呀，其实根本没有表面上那么清楚。那网上有人说呢，李湘直播带货每年能赚1亿，那我们就再大方一点，我们就假设呀，他从2019年从一开始啊带货就能达到巅峰，每年给他算1个亿，一直到2022年结束，给他算上4个亿，这就是李湘理论上最大的实际收入了。那还有人说呀，李湘还有一些科技领域啊、实体领域的投资啊。那我能查到的呢，李湘就只有在完成一笔私募才有一笔投资啊，投资金额是1500万。而且呢，这1500万是2024年的12月才注资的。那就算再高，他1年的时间能赚多少钱呢？所以我们把上面所有的这3块加在一起，李湘的总资产合理的收入不会超过5个亿。这和我们推演的最保守的他的资产规模20亿，中间至少相差了15个亿。一个理论上只有5亿资产的人，你认为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能够支撑起每年7500万的粮食？条件啊，他说他自己每个月基础的硬性支出是65万的时候，那是2017年的。他直播带货是从2019年开始的，那时候他还没有赚上这5个亿呢。这还是考虑到这几年啊经济每年要赔的钱，我们就设想他能够在中国影视行业一个萧条的大背景下，还能够逆势增长啊，一直赚钱，那根本不可能支撑起来
他这样的消费。所以这个李湘的收入他根本就经不起推敲微妙查一查，他就觉得这里面完全的可信水分很大，他的消费水平和理论的收入严重的不符。那很多朋友都感觉说李湘是个演员，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呢？这种怀疑和这种直觉完全是有道理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李湘应该有多少钱和他实际的资产之间的差距这么大，那他这个窟窿是怎么填的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有理由去怀疑他不是一个白手套专门是来洗钱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如果是洗钱，这个钱通常是怎么洗出去的为什么娱乐圈影视行业它是一个洗钱的重灾区？我在美国有一个社交圈子，那个圈子里面的人呢，都是从大陆走人才这个移民途径来到美国的。平时呢，我们有一个大群，偶尔会组织一些聚餐吃饭聊天。那个圈子里面，我知道的中国内地的导演制片人加起来了3个还有小有名气。据他们聊天的时候讲的呢，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咱不敢说，至少有一半都是用来洗钱的。有些导演电视剧从洗业开始就是专门拍钱片子的。中国每年拍出来的电影大概是有1000部，那呢大概是有4000到5000集，其中60%你永远都看不到的，你想看都不知道该看哪儿为什么就是娱乐圈这么方便洗钱呢？这里面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定价模糊。我们就以影视界为例通常在影视圈里面洗钱的方法，我可以把2大类分开。第一类呢叫收入端钱洗，那怎么样能够把见不得光的黑钱变成合法的利润？假设呢我们现在是一个贪官家里藏了5个亿的赃款，那这些款呢见不得光怎么办呢？我们就找到一个制片方，我们合作拍一部电影我先拿出来一支干净的钱随便拍个什么烂片，或者呢投资一部所谓的大片，里面质量烂不烂无所谓重要的是拿到了这个公映许可证，电影上映了，我们根本就没有人看我把这5亿的黑钱呢拿出来分散到全国各个电影院找黄牛特别是小城市做一个假买卖如果说这个院线也被我们买通了，那这件事办得更好了，连电影票都可以不用买了。这5个亿的黑钱呢，通过电影院的占有系统进入到了占有收入，院线再分完账扣税，那还剩2-3亿，就可以回笼到这个金主控制的投资方。那这5个亿的黑钱摇身一变就变成了2到3个亿的干净钱。那还有第2类叫做支出端洗钱，那这一招更狠不但能洗钱，还能够呢把资金外逃。假设说还是那个贪官，现在有1亿的赃款他不能直接转，他要通过呢花钱的方式把这笔钱洗干净，这样呢就可以通过影视剧里面的这个虚增成本，因为定价模糊嘛，他在片场可以搭一个布景自己控制，或者成立一个装修公司报价1亿说我这都是实景搭建，都是真材实料，其实呢都是一些泡沫3合板，真实成本就50万，然后再拍一部战争片什么抗日神剧一打仗，整个把这个布景就打个稀巴烂，到时候这1个亿的账瞬间就平了。那审计人员来了也查不出来这堆灰，这堆破烂值多少钱呢？那又或者呢就是买一批报废车，那账面说呢哎呀是买的新车，等看着的时候一通炸完了以后好像也都报废了。不过这1笔亿的赃款就已经合法的从剧组的账上流向了这个叫装修公司或者说这个继承到的公司。那既然把这个钱转移到国外怎么办呢？那搞一个国际化的 CG 团队大量的特效后期音乐全部外包给这个海外的团队，在英国或者美国注册一个超级空壳的后期公司，而国内的剧组呢把这个1亿的制作费以这个技术服务费的名义合法的汇到海外公司，提出这个电影做出来最后就是5个毛钱特效，那也无所谓，因为这个钱已经吸到海外了，这个特效到底应该花多少钱谁说得清楚这是水分最大。那么什么样的片子最多可能就是洗钱的片呢？第一个抗日神剧，第2个呢就是那些献礼片的主旋律，还有第3个就是有大量 CG 场景的这个电影呢。因为这些主旋律抗日神剧这些献礼片特别适合包场。这个贪官给拨费就说你们学生都组织去731这个学生呢稀里糊涂就成了这个贪官洗钱的黄牛了。而且呢这些电视剧又是一般都需要大布景群演多
然后呢，最后还是打个稀巴从烂。所以说，无论收入端还是娱端，都是最好的洗钱通道。所以你们真以为这些抗日神剧是拍给老百姓看的呀？那些导演真傻呀！拍出来这种剧情，他们自己不吃饭吗？他们没办法啊，他没有手撕鬼子，没有手榴弹炸飞机这些剧情，那怎么把5毛特效加进去啊？那说这个特效啊，那为什么有那么多制作成本啊？号称几个亿的大片儿，以后就是5毛钱特效呢？出来那为什么能拍出来呢？可惜里这样神作的导演，到后面拍出来都是91层塔、749局这种垃圾。749局号称投资4个亿啊，那出来的效果啥玩意儿？引用为什么他们把我一个人留下？就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就因为我是一个怪物嘛。那中国他妈洗钱最好的洗钱机呢，一个就是博彩，一个就是文，还有一个就是影视娱乐业。这3个行业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可以模糊定价，流水随便做啊，你说多少就是多少。之前那个华友兄弟的王中磊啊，他怎么那么爱拍卖字画啊，动得几亿的买了。你当他真的有钱多破产干啊？要附庸风雅。还有啊，为什么那么多明星都和白手套有瓜葛呢？什么这个赵薇、黄有龙啊，安以轩、奚米华，还有最近婆婆刚在塞班岛被抓的这个吴佩慈，因为他们的白手套老公啊，也得借他们在娱乐圈的这个资源啊，这样方便洗钱嘛。那我们回到李湘。如果说李湘是白手套，那他的这一系列的商业行为有没有一些痕迹或者线索符合洗钱的特征呢？那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啊，我们都知道洗钱最重要的是啥？就被查了。所以洗钱的公司啊，一般都是快抛型的公司，用赶紧丸扔。那我们看一下李湘关联的20家公司。李湘关联的这20家公司，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注销了14家。宽度下6家，但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做什么？最关键已经注销的这些公司的消耗，除了早期业务的主线公司啊，就是北京快乐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存续了14年啊，是2018年注销的以外，其他的公司大部分的消耗只有1减2年，这完全就是1个月后祭坟的效果嘛。而且呢，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空壳公司啊，参保人数为0。那这些公司连个人都没有啊，它靠什么挣钱？然后又存在2年1关，它的意义又是平台。那我们再看第2点啊，李湘目前持股的3家公司，除了1家私募之外，剩下的影视娱乐公司都是或者2024年或者25年成立的，而且呢都是李湘持股99%，王岳伦持股1%啊，而且王岳伦都成为了法人。那注意啊，他们2个在2021年就已经离婚了。这套操作呢，可以说是一种类似板式的风险隔离的操作。王岳伦持股1%，并且担任法人，这是做什么用的呢？那说白了就是以后坐牢用的。还有第3点，这个风险隔离公司成立的时间点啊，2025年，以及李湘被封的这个时间点，2026年初。我们再结合一下湖南系的高官纷纷落马的时间点。看一下，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到2025年，湖南省总共有正负5位省部级的高官落马。从2025年开年开始，有7位厅局级的干部落马，这其中就包括前湖南省的政协主席李薇薇。李薇薇在湖南深耕了几十年啊，扎根在湖南。还有呢，就是省长、省委书记许达哲啊，许达哲是2016年调任到湖南，2025年10月落马。同样呀，湖南省3个正部级的官员给拿了2个。我们都知道啊，湖南芒果卫视是湖南的金字招牌啊，又是一个娱乐产业的王国，那是一个洗钱宝地啊，跟这些高官的关系必然是盘根错节。那在一个地方啊，出现了一个资产来历不明的李湘，现在和李湘突然之间在高官落马了之后，在全网统一被封禁，这让我们不由得产生巨大的怀疑啊，李湘就是高官的白手套。那如果说李湘真的要落马，他的罪名可能比赵薇的还要大口罩。赵薇最多就是一个白色手套的蕾丝花边，而李湘呢，可能就是穿着上手实际操盘的白色手套。那如果这些猜对了呀，我觉得李湘有可能就免不了牢狱之灾了啊！当然了，最后呢，给李湘公布的罪名应该也不外乎就是偷税啊。那到最后呢，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啊，以上所有的内容都是我个人的逻辑推演啊，这是一个猜测。那不是猜呢，有可能猜对，也有可能猜错。那到底如何，我们还是得拭目以待。